施工方赶紧打补丁，弄了个浮雕立柱啊，粘上了。结果第二天又开裂了，缝隙里不断往外滋滋冒的这个黄色的发泡胶啊，就像帝国被挑破的脓疮。那最欢乐的呢是官方宣传片里面啊，这个凯旋门用 AI 渲染的那个金碧辉煌啊，就跟大统领当年展示的 F-47一样，充满了想象力和被三哥家承包了 PPT 以及制造业之后的辛辣感。那还有另一个自由250博览会的大乐子啊，就是那个竖了110英尺的这么一个摩天轮。那好歹是作为大国重器对外宣传的啊，那谁说美国没有制造业？你看分分钟这么大个家伙事儿，结果开幕当天当着全美直播的面啊，高温加上园区供电故障，这个摩天轮呢先是剧烈的晃动，然后运行过程中啊不断的因为停电卡顿重启，最后运行了2个小时就彻底瘫痪了，顺便还报废了园区里所有的冰激凌，因为电都给摩天轮用了呀，结果这个冰柜停机了啊，冰激凌都化完了。美国这个电力系统啊，才完美的诠释什么叫做岁数大了啊，干啥都心酸。给摩天轮供个电，结果把冷柜给干崩了啊！就咱家随便找个商场，它都不至于。而独立日当天，一场极端高温加上暴雨啊，彻底撕碎了最后的美国的体面。下午突发的风雨让数万观众狼狈的逃窜，晚上的烟花表演虽然放了85万枚，但底下却是截然对立的2个世界。一边是非裔民众举着我不庆祝我在哀悼的标语，另一边是倒挂的美国国旗啊，还有一边是右翼团体挥舞着联邦旗帜高呼要夺回美国。民调显示超过70%的美国人对国家的现状极度失望，而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，现场那些印着自由250的爱国旗帜啊、纪念摆件和应援服，撕开美国本土制造的一个标签背后，全是来自我们义乌的代工，一边在台上声嘶力竭的鼓吹产业链的伟大，另一边连一个国庆的文创都得靠大洋彼岸的最大卖家来提供，嘴上喊着的是美国最厉害最伟大，结果大统领收割 MAGA 爱国热情的那个手机呀，都是中国商品贴牌的啊，真的是讽刺拉满。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点一下日本，你有那个功夫在东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活动啊，无人机展示早苗与特朗普同框依偎的这个画面，为什么不拿去华盛顿给大统领助助兴？是因为主人怕你反咬他一口，还是美国也不让狗上桌吃饭？要想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，即便当时深陷越战、水门事件、经济滞胀，两党仍能达成统一纪念的共识，拿出相当规模的预算举办全年中立的全民的活动。时隔50年，250周年庆典无法形成统一的历史叙事，只能靠抹黑对手，制造外部与内部的敌人啊，通过对立来凝聚共识。今天面对产业空心化和社会的极度撕裂，美国的精英们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凝聚共识的公共产品了，只能靠不断的制造对立啊，来维持表面的狂欢。当产业基建、民生真实的数据持续走弱，官方就只能依靠这种大型庆典、空洞的演讲、货币宽松等表层的手段啊，强行表糊国家形象。这场自由250周年庆典全方位翻车大赏啊，从2套对立庆典班子的内耗、千万基建工程批量报废、文艺演出全面崩盘，到总统演讲满篇史实谬误、逻辑悖论，再到极端天气、民众撕裂、文创商品海外代工的隐性讽刺，层层剥开的是美国当下的真实的底色。漫天璀璨的烟花，30分钟的自吹自擂的演讲，数以亿计的投入的纸板景观工程，持续放水的美元货币政策，本质都是遮盖深层危机的表层的脂粉。美国的核心矛盾从来不是单一的政党、短期的舆论分歧，而是数十年不可逆的产业空心化、基建能力停滞、职业人才断层、金融资本挤压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硬伤。这就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反对当年处理08次贷危机的时任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预言，他当时就表示过这样的结局。沃什面对即将第2次 QE 的美国，就警示过这种滥发货币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寅吃卯粮，是在透支美国的未来。而现在的美国终于等来了不是不报，时候来到的一刻。就这样了，天天喜欢给我们动不动就下病危通知的经济学人，还在要求啊，说学界呀要理解主导和实力的区别啊，大意是说，你如果跟印度比，跟德国比，美国的问题不大啊。要是这样来说呢，我也就放心了啊。可以说，如果美国真的按照经济学人的方子啊去治理自己的国家啊，那其实也就让人放心了。庸医不仅误人，他还误国啊，我们就且看吧。